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扣除无表决权数419466股后，为259亿3207万0992股。截至目前为止，出席股东股份总数为229亿3587万4903股，占已发行股份总数88.44%，已达法定门槛。请主席宣布开会。好，我宣布，我们现在开会开始。台湾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2年股东常会会议开始，请主席致辞。各位股东、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好，欢迎各位股东参加台积公司112年度股东常会。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新冠疫情逐渐退去的时候，大家终于可以比较轻松地聚在一起，参加今天的股东会，十分难得。在这边，还是要注意大家的身体健康，能够要度过最后一段的这个新冠疫情。台积公司在过去几年也经历过许许多多世界上发生的各种挑战。包括美中贸易的冲突，包括100年的疫情，包括俄乌的战争，还有气候变迁等等。今天我们看台积公司仍然在稳定的道路上持续快速的发展。我要告诉股东的朋友是，我看我们的前景十分光明。去年111年是台积公司一个大大成长的一年。其实在过去3年，每一年都是快速的成长。只是到今年，虽然公司目前为止仍然在度过一个产业中库存过多的调整时期，但是随着我们客户库存的逐渐降低，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某些市场的部分终端需求逐渐回升的现象。今年，所以虽然我们可能有少许的负成长，但我们公司已经准备好迎接明年开始台积公司下一波很好的成长。我们台积公司积极致力于各方面的发展，制程技术、制造的技术、人才发展，还有海外布局等等。其中各个努力所不变的目标，就是持续的为我们股东创造最大的价值。谢谢各位股东对台积公司长期的支持。今天再次谢谢大家来到现场，在线上参加今天的股东会，谢谢。谢谢董事长。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各位股东翻至议事手册第2页。1、民国111年度营业报告报请公见。说明：民国111年度营业报告书，请参阅本手册第10至16页附件1，请魏泽嘉总裁报告。各位股东好，我现在要报告台湾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报告书。民国111年对于台积公司而言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由于我们技术的领先及差异化，台积公司的营收连续13年缔造历史新高，同时盈利也强劲增长。台积公司民国111年的营收以美元计算增加了33.5%，每股盈余上扬至新台币39.20元，较3年前成长近3倍。
我们是在全世界面临着极大的经济、人类和地缘政治挑战下取得如此的佳绩。自民国111年初开始，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区域封锁、乌克兰冲突以及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和贸易限制，严重扰乱了全球供应链，而降低了全球化和减少的自由贸易，助长了全世界各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了总体经济的不确定性，并影响了消费者信心。在民国111年下半年，许多地区在疫后重新开放，远端工作和远距学习等因疫情而起的相关需求减弱，以致半导体产业开始修正库存。随着世界突然意识到半导体在现代经济中所扮演的要角，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开始更加受到关注。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加剧，也凸显了人民重视具韧性的半导体供应链，以及其在经济和国家基础设施安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对于台积公司而言，我们持续专注于公司的基本面，我们提高了研发强度，并致力于技术发展，尤其是2奈米技术，为我们的客户在制程技术上大幅推进效能和功率优化，同时提供业界最先进的电晶体微缩。我们也增加了生产力和晶圆营运品质，并在民国111年第4季成功地让台积公司领先业界的3奈米制程迈入量产。我们深化服务，扩充产能，以支持客户成长的能力，以进一步赢得他们的信任，使得我们在年度客户调查中，我们取得了更高的分数。我们不断强化网络安全系统和措施，以严格保护客户的细制材和台积公司的机密资讯。随着我们迈入数位转型的第3年，我们加快了转型的脚步，在具弹性的工作环境中，维持员工间的联系和生产力，同时透过严谨的防疫措施，保护他免于感染 COVID-19。尽管近期全球总体经济仍存在不确定性，但来自 5G 和高效能运算相关应用等产业多年来的大趋势，使得长期半导体需求结构性增长的根本轨迹依然强劲。因此，我们持续秉持严谨的态度，与客户密切合作，依据长期市场需求规划我们的产能，以投资先进和特殊制程，以支持客户的结构性成长。随着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在世界各地现踪，除了领先的技术、卓越的制造、低成本和对服务品质的信任，我们的客户也开始更加重视制造基地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分布。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正在扩大台积公司的全球制造版图，以增加客户信任，扩展我们未来的成长机会，并可接触到全球的人才。在台湾，我们的燕山普于台南科学园区迈入量产。我们正为预计以民国114年开始量产的N2做准备，该制程技术将坐落于新竹和台中科学园区。在美国，我们在亚利桑那州建造2座先进的半导体晶圆厂，分别采用N4和N3制程技术。我们也在日本的熊本县兴建1座12寸特殊制程技术的晶圆厂。这些投资决策是基于每个地区的客户需求和必要的政府支持。我们相信这是为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所必须的。台积公司以策略性的定价反映我们的价值，其中亦包含在不同国家地区制造之弹性的价值。同时，我们将继续利用大量生产、规模经济和
和制造技术领先的竞争优势，不断降低成本。我们将继续与各国政府密切合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透过这些作为，台积公司将有能力吸收海外晶圆厂较高的成本，并且无论在何处营运，都持续作为最高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制造服务提供者。因此，即便我们在台湾以外的地区增加产能，我们也可以持续获得好的报酬，同时为我们的股东带来盈利的增长。为了满足对节能运算能力永无止境的需求，客户仰赖台积公司获取的不仅是值得信任的产能，更是可预测的技术发展节奏。随着我们的3奈米技术在民国111年迈入量产，并且在效能、功耗及面积及监听技术上都是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台积公司持续扩大我们的技术领先。我们正在为下一世代的技术奠定坚实基础。N2技术的研发依计划进行中，预计于民国113年试产，并于民国114年量产。我们的2奈米技术推出时，在密度和能源效率上都是业界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台积公司民国111年的主要成就包括晶圆出货量达1530万片12寸晶圆月当量，民国110年为1420万12寸晶圆月单量。先进制程技术，那是指7奈米也的以下的先进制程的销售额占整体晶圆销售金额的 53%， 高于民国110年的 50%。 我们也提供了288种不同的制程技术，为532个客户生产12698种不同产品。台积公司占全球半导体，这是不含记忆体产值的 30%， 民国110年为 26%。 财务表现，台积公司民国111年全年合并营收为新台币2兆2638亿9千万元，较前一年的1兆5874亿2千万元增加 42.6%， 税后净利为台币1兆165亿3千万元，每股盈余为新台币 39.2 元，较前一年税后净利5965亿4千万元及每股盈余 23.01 元，增加了 70.4%。 若以美元计算，台积公司民国111年全年合并营收为758亿8千万美元，税后净利为340亿7千万美元，较前一年度的全年合并营收568亿2千万美元，增加 33.5%， 较前一年度的税后净利213亿5千万美元，增加了 59.6%。 台积公司民国111年毛利率为 59.6%， 前一年为 51.6%， 营业利率为 49.5%， 前一年则为 40.9%， 税后纯益率为 44.9%， 较前一年的税后纯益率 37.6%， 增加了 7.3个百分点。台积公司民国111年现金股利发配总额由前一年度的每股新台币 10.25 元提高至新台币11元。技术发展，民国111年台积公司持续提升研发费用至54亿7千万美元，以扩大我们的技术领先和差异化优势。我们亦与客户密切合作，协助全球的创新者释放创新，为半导体产业创造更大价值。
我们的5奈米家族技术已经迈入量产的第3年，为台积公司营收贡献26%。我们持续强化烟乳家族的效能、功耗和密度。烟4于民国111年开始量产，我们为支援下一波的5奈米产品，推出了烟4P 和烟4X 制程技术。烟4P 制程技术研发进展顺利，预计民国112年量产。烟4X 是台积公司第一个专注于高效能运算、高工作负载的技术，预计民国112年进行客户产品设计定案。继烟3技术于民国111年进入量产，具备更好的性能、功耗和良率的烟3E将进一步扩展我们的烟3家族。烟3E预计于民国112年下半年量产。我们的烟3和烟3E客户参与度非常高，量产第1年和第2年的产品设计定案数量将是烟5的2倍以上。我们预计烟3家族将成为台积公司另一个大规模且具有长期需求的制程技术。我们的2奈米技术将采用奈米片电晶体结构，并提供全制程效能和功耗效率的效益。相较于烟3E，烟2在相同功耗下，速度增快了10到15%，或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25到30%，以满足日益增加的节能运算需求。烟2将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佳的效能、成本和技术成熟度，并将进一步扩展我们未来的技术领先地位。随着台积公司不断突破电晶体微缩的极限，我们也在不断扩展台积公司 3D Fabric 设计解决方案，以提升系统级的效能至新的境界。台积公司 3D Fabric 结合了晶圆级 3D 和先进封装技术，在我们的 3D 技术方面，系统整合晶片堆叠于晶圆之上，技术成功于民国111年迈入量产。透过将静态随机存取记忆那是 SRAM 堆叠于逻辑晶圆上，展现显著的效能优化。系统整合晶片，晶圆堆叠于晶圆之上，技术即透过在深沟槽电容晶圆上堆叠7奈米逻辑晶圆，为民国111年的高效能运算产品展现了卓越的系统效能。我们的先进封装技术方面 ，CoWoS S 技术整合了多个系统单晶片、高频宽记忆体堆叠和3倍光照尺寸的细晶品，成功于民国111年量产，以支援客户的高效能运算产品。在整合型散出先进封装技术方面，除了整合了多个系统单晶片和2倍光照尺寸散出封装的台积公司整合型散出及基板封装技术已成功量入卖产。为了支援客户释放创新，让产品迅速上市，台积公司提供了所需要的完备基础架构，为客户优化设计效率和周期时间。台积公司持续拓展我们的开放创新平台，以民国111年提供了超过55000个资料库与细制材组合，并提供了0.5微米至3奈米超过43000个技术档案及超过2900个制程设计套件。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也就是 ESG。作为负责任的全球企业公民，台积公司致力于在绿色制造、建立负责任的供应链、人才培育、多元包容职场和关怀弱势等面向推动正向改变。民国111年，我们首次发布了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行动报告书和重大性分析报告，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永续资讯揭露透明度。绿色制造是台积公司永续经营的基石。台积公司实质成为全球环保标杆企业，无论在台湾或海外，我们厚植绿色管理与日常营运。民国111年，台积公司的再生水厂在南部科学园区开始营运，每日供水1万公吨，预计民国115年度提升至每日供水36000公吨。在台积公司的亚利桑那州晶圆厂，我们计划建造一座工业用再生水厂，促使我们达成净零液体排放。在我们的供应链方面，台积公司积极与供应商合作推动低碳管理，这是我们自民国139年实现净零排放蓝图的关键。我们持续在供应链管理中扩大碳捕捉机会，并鼓励我们的供应商打造碳捕捉设备，以减少碳排放。人才对全球半导体业的成功而言至关重要。我们相信台积公司的全球版图扩张，不仅使我们能更好支持客户，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接触全球人才的机会。为了吸引更多人才，并为半导体产业创造永续的招募管道，台积公司透过与国立台湾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国立成东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国际顶尖大学，以及其他全球知名机构紧密合作，持续投资于半导体相关研究。为了深化员工对多元性和包容性的认识与实践，台积公司致力于提升员工尊重个体差异及工作场域中的独特价值观等意识。台积公司设计了一门无意识偏见课程，以协助员工以正确的方式识别和应对偏见。员工亦可使用跨文化评量工具自行自我评估，并学习如何与团队中来自多元背景的同事一起工作。台积电文教基金会和台积电慈善基金会长期致力于借由关怀弱势和支持青年教育，推动让社会更好的正向改变。在民国111年，台积电慈善基金会照顾134个偏乡学生照顾机构，共计6358位学生接受帮助，并结合台积志工的用心之士制作科普教学影片，推广科普实验与教育。台积公司并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合作，在 SEMICON 台湾2022年国际半导体展举办论坛与推动人才就业计划，为偏乡技职学生提供了600个来自30间不同企业的就业机会。企业发展，民国111年12月，我们宣布台积公司亚利桑那州晶圆厂除了预计在民国113年开始生产延氏制程技术的第一期工程，其第二期工程已经动工，并预计民国115年开始生产3奈米制程技术。2期工程总投资金额约为400亿美金，完工后将合计年产超过60万片晶圆。民国111年2月，台积公司、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公司及电装株式会社共同宣布合资成立了 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也就是 JASM。除了先前宣布的22、28奈米制程，
台积公司亦进一步提升 JASM 的制造能力，提供12、16奈米骑士长效专程之专业机体电路制造服务，并将月产能提高至55000片12寸晶圆。随着产能提升，并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JASM 熊本厂的支出约为86亿美元。荣誉与奖项，台积公司在创新、公司治理、永续发展、投资人关系及整体杰出经营管理方面，获得富士比杂志、财富杂志、雅园杂志、财知杂志、天下杂志、台湾证交所及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等颁发的多项荣誉与奖项。在创新方面，台积公司以美国专利资料库的2022年美国前50大专利权人中排名第3。台积公司亦被财富杂志评为2022年全球最受推崇企业。在永续发展方面，我们再次获得道琼斯世界指数的组成企业，是全球唯一连续22年入选的半导体公司。此外，台积公司亦获得 MSCI ESG Research 的 MSCI ESG AAA 评等 ，CDP 的2022供应链议和领导者 Sustainalytics 的企业 ESG 风险评等第1低风险评级 ，ISS ESG 企业平等比最佳等级以及企业骑士2022年全球100大最佳永续发展企业等肯定。同时，台积公司持续入选多项 MSCI ESG 指数以及 FTSE4Good 指数之重要成分股。在投资人关系方面，台积公司持续获得来自 Institutional Investor 杂志的多项荣誉。未来展望，迈入民国112年，总体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随着全球 COVID-19 疫情舒缓，我们进入了一个更智慧和互联的世界。当半导体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面向中变得越趋重要，而且无处不在，半导体技术正成为现代数位经济的基础技术。半导体的价值在全球供应链中持续提升，为客户与台积公司创造了更大的价值机会。对台积公司而言，我们的使命是成为全球逻辑机体电路产业值得信赖的技术与产能供应者。履行这样子的使命将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我们将秉持技术领先、卓越制造和客户信任的3位一体优势，以追寻和掌握强劲的成长机会。我们正在增加研发投资，以继续扩大我们的整体竞争力和技术领先地位，并经由我们领先业界的先进制程和随地 IC 解决方案，保持台积的技术节奏，提供我们的技术平台价值，来协助我们的客户提升其产品竞争能力，并支持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优势。我们将持续致力于优化制造营运，包括数位化我们的晶圆厂，来提高效能和生产力，借以支援民国112年以其后的沿高度量产。我们正在增加台湾以外的产能，以扩大我们未来的成长潜力，接触全球人才，进一步提升客户信任。随着我们扩大全球足迹，并在全世界各地进行招募，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识别、吸引和雇用与台积公司核心价值和原则相符的人才，让我们无论在何处营运，都能够与所有员工间建立台积公司文化。我们深知台积公司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对世界众多经济体的影响力，
以及我们所处地位伴随的责任，台积公司将继续坚持专业机体电路制造服务的商业模式，并充分发挥上下一心的团队合作之力来支持全球 IC 设计创新者取得成功。我们将秉持严格的公司治理标准，坚守正直、承诺、创新和客户信任的企业核心价值，同时追求未来的永续发展。我们很荣幸在民国111年的挑战中赢得您对台积公司的信任，我们更对台积公司的未来充满兴奋，并在未来更加致力为各位股东获取良好报酬。谢谢魏泽嘉总裁。2、审计委员会查核报告。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各位股东报告一下，真是抱歉。我也想向各位股东报告一下今年的展望怎么样，是不是？今年第一季的财务表现我们已经发表了，第二季的预期，今年的展望。台积公司民国112年第一季合并营收新台币5086亿3000万元，税后纯益约新台币2069亿元，每股盈余为新台币7.98元。台积公司于第一季法说会上提出第二季的展望，合并营收介于152亿美元到160亿美元之间，毛利率会在52% 到54% 之间。针对2023年整体来说，我们下修了对半导体市场，这是不含记忆体的预期至年减中个位数，然后晶圆制造产业则预期为年减高位数百分比。就现阶段而言，若以美元计，台积公司2023年的全年营收预期将下降至中等个位数的百分比。得益于我们强大的技术领先及差异化，台积公司的业绩表现是优于整个半导体的市场和晶圆的制造产业。若以美元计算，相较于今年1月时所预期的下降至高个位数百分比，台积公司2023年上半年的营收目前预期将比去年同期下降约10%。然而，我们预计2023年上半年半导体市场仅缓步的复苏，我们仍然相信台积公司在第二季是跨过业绩周期的低点。得益于客户的新产品问世，我们预计台积公司2023年下半年的业绩表现将优于上半年。OK， 我的报告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谢谢魏泽嘉总裁。2、审计委员会查核报告，报请公见。说明：审计委员会查核报告书，请参阅本手册第17页附件2，请海英俊独立董事报告。审计委员会查核报告书，董事会照据本公司民国111年度营业报告书、财务报表及各季盈余分派议案等，其中财务报表业经委托勤业众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查核完竣，并出具查核报告。上述营业报告书、财务报表及各季度盈余分派议案，经本审计委员会查核，认为尚无不合，原依证券交易法及公司法之相关规定，报告如上，敬请见核。谢谢海英俊独立董事。3、民国111年度盈余分派情形报告，报请公见。说明：依本公司章程规定，授权董事会得每季决议分派季度现金股利。
本公司民国111年各季度现金股利之金额与发放日期如下：第一季至第四季，每季现金股利总金额皆各为新台币713亿854万6260元。每股现金股利，第一季为新台币2.75元，第二季为新台币2.75元，第三季为新台币2.74982072元。第四季现金股利，请参考荧幕上补充说明附件第2点。经董事会授权，已于民国112年5月31日公告，依普通股配息基准日，本公司实际流通在外股份总数由新台币2.75元调整为新台币2.74982072元。4. 民国111年度员工酬劳分红及董事酬劳分派情形报告，报请公见。说明：一、本公司民国111年度员工酬劳分红及董事酬劳，业经民国112年2月14日董事会决议通过，上述酬劳皆以现金方式发放。2. 本公司民国111年度员工业绩奖金及酬劳分红总额为新台币1214亿409万3088元，其中业绩奖金新台币607亿204万6544元，已于每季季后发放，而酬劳分红新台币607亿204万6544元，将于民国112年7月发放。3. 本公司民国111年度董事酬劳为新台币6亿9012万8668元。4. 有关董事领取之酬金，包括酬金政策、个别酬金内容及数额，请参阅本手册第18页附件3。5. 报告本公司募集无担保普通公司债，报请公见。说明：董事会核准，本公司民国111年于国内共完成发行6期新台币无担保普通公司债，以支应产能扩充或污染防治相关支出之资金需求，发行总额计新台币654亿元。各期发行数额及主要条件，请参阅本手册第3、4页。现在进行承认案及讨论案。第一案，承认民国111年度之营业报告书及财务报表，董事会提。说明：一、本公司民国111年度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综合损益表、权益变动表及现金流量表，业经勤业众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江美燕及林尚志会计师查核完竣。2. 民国111年度营业报告书、会计师查核报告、上述财务报表及盈余分派表，请参阅本手册第10至16页附件1及第19至43页附件4、5及6。合并财务报表，请翻到第24页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资产负债表，截至111年12月31日止，资产总计4兆9647亿7887万8000元，负债合计2兆42亿9001万1000元，权益合计2兆9604亿
8886万7千元，权益及负债及权益合计4兆9647亿7887万8千元。请翻到第25页。合并综合损益表，111年度营业收入净额2兆2638亿9129万2千元，营业毛利1兆3483亿5480万6千元，营业净利1兆1212亿7885万1千元，本年度净利1兆169亿51万5千元。请翻到第26页。净利归属于母公司业主1兆165亿3024万9千元。请翻到第27页。稀释每股盈余39.20元。请翻到第28页，合并权益变动表。合并权益变动表，截至111年12月31日余额，普通股发行股本2593亿380万5千元，保留盈余合计2兆6375亿2468万8千元，权益合计2兆9604亿8886万7千元。请翻到第29页，合并现金流量表。合并现金流量表，111年度营业活动之净现金流入1兆6105亿9918万8千元。请翻到第30页。投资活动之净现金流出1兆1909亿2823万5千元。筹资活动之净现金流出2002亿4403万2千元。请翻到31页。年底现金及约当现金余额1兆3428万1408万3千元。个体财务报表。请翻到第37页，个体资产负债表。个体资产负债表，截至111年12月31日止，资产总计4兆4224亿1906万4千元，负债合计1兆4767亿6586万9千元，权益合计2兆9456亿5319万5千元，负债及权益总计4兆4224亿1906万4千元。请翻到第38页，个体综合损益表。个体综合损益表，111年度营业收入净额2兆2523亿2056万1千元，营业毛利1兆3003亿9288万8千元，营业净利1兆907亿4668万9千元，本年度净利1兆165亿3024万9千元。请翻到第39页。稀释每股盈余
39.20元。请翻到第40页，个体权益变动表。个体权益变动表，截至111年12月31日止，普通股发行股本2593亿380万5千元，保留盈余合计2兆6375亿2468万8千元，权益合计2兆9456亿5319万5千元。请翻到第41页，个体现金流量表。个体现金流量表，111年度营业活动之净现金流入1兆5594亿1748万元。请翻到第42页。投资活动之净现金流出9440亿155万1千元，筹资活动之净现金流出3828亿3427万3千元，年底现金及约当现金余额6288亿7589万7千元。盈余分派表，请翻到第43页盈余分派表。盈余分派表，民国111年度纯益1兆165亿3024万8910元，截至民国111年底，可分配保留盈余2兆5199亿8295万3036元。分派项目，民国111年底各季度现金股利已于报告事项3报告。期末未分配保留盈余2兆2347亿4876万7996元。以上报告完毕。接下来，请翻回第5页。第二案，核准发行民国112年限制员工权利新股案，董事会提说明，为吸引及留任公司高阶主管及关键人才，并将其奖酬连结股东利益与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以下简称 ESG 成果，拟依相关法规规定发行限制员工权利新股案。发行要点，请参阅本手册第5至8页。本公司民国112年度限制员工权利新股发行办法，请参阅本手册第44至48页附件7。请翻回第8页。第三案，核准修订背书保证作业程序，董事会提说明，本公司正持续扩展其全球生产版图，海外扩产之资金需求将由本公司注资，由本公司提供保证，向当地银行或于市场筹资，或于资本市场筹资，以及政府补助等方式资应。
考量本公司之海外子公司未来产能扩充及营运之资金需求，拟祈请修订本公司背书保证作业程序，将本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对外背书保证额度上限，由本公司净值之 25% 提高至本公司净值之 40%。2. 本次修订之背书保证作业程序修订前后对照表，请参阅本手册第49页附件8。请翻回第8页。第4案，为反映审计委员会更名为审计及风险委员会，核准变更以下公司内部规章中审计委员会之名称：一、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办法程序；二、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处理程序；三、资金贷与他人作业程序；四、背书保证作业程序。董事会提说明：一、为反映审计委员会更名为审计及风险委员会，以下公司内部规章中审计委员会之名称需予以变更：一、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程序；二、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处理程序；三、资金贷与他人作业程序；四、背书保证作业程序。二、本次修订之前述公司内部规章修订前后对照表，请参阅本手册第50至59页附件9至12。以上议程已全部报告完毕。接下来我们将回答股东提问，请主席指示。OK， 我们现在开始回答股东的提问。有很多问条已经在我这里，那我想按照顺序，我一个报告。第一个问题是，请问贵公司是否有长期计划投入先进封装技术的研发经费，如5年或10年？若有，预计每年可能新增投入比例是多少？其实这位是股名是陈凯芬。我想你的提醒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几年以前就发现半导体的价值不仅是要从我们的 Moore's Law 持续降低降低这个size 之外，先进封装也是变成非常重要的增加价值的方法。所以我们在今年在2年以前吧，就 hire 一个先进封装的研发副总啊。那我们的先进封装到今天已经 expand 到 3D IC 和先进封装，来增加客户系统的效能。那它的这个span 至少是5年到10年了，甚至10年以后啊，因为我们在这个 TSMC Research 研究这边也开始做更长远的研究啊，包括 optical computing 光学计算，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R&D 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投资的经费大部分还是 wafer， 但是完全在于我们先进封装和 3D IC 研究的可能的
可能的研究的 idea， 有 idea 我们绝对不会limit 它，所以这是一个TSMC 研发的两只脚，一个就是 2D scaling， 第二个就是 3D IC 和先进封装。至于这个比例多少，我这边是没有这个 number， 我不知道，可能没有啊。我想我的 estimate 大概是我们总共 R&D 大概是3/4在先进，在 advanced technology， 1/4在 specialty technology。那这个 3D IC 和先进封装是属于 advanced technology， 就属于那3/4部分。至于说多少部分，我现在这边没有 number， 我们现在这个也许你需要的 number 我们会补足你，不过不要这个怀疑我们对先进封装的不重视，我们完全是看到我们能够 recruit 到多少 talent， 能够有多少研究的 proposal， 就会加进这个投资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日本，比如说我们在日本成立的 3D IC 的 research 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不只是台湾的 talent， 我们也要 explore 到日本，因为他们那边对于材料对非常的专精。那所以今天是现在的状况。OK， 那下面一个问题是郭家明先生啊，这个我就读一下他的提出的问题。目前先进制程及 CoWoS 封装产能否满足近来 AI HPC 晶片的需求？目前台积电光学共用封装 CPU 发展状况如何？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optical computing。面对制造成本增加，先进封装重要性提高，台积是否会扩大 one-stop service 设计架构支援、系统制造、软硬系统整合、多片异质整合封装、产能交期、生产弹性给更多客户，借此提高晶圆代工的附加价值。AI 加速运算会对晶圆代工业和摩尔定律放缓带来什么变革？台积电 N2 导入 AI 加速运算，预期对 N2 ramp up learning curve cycle time reduction、EUV wafer throughput 的具体效益为何？请董事长努力争取更多海外建厂补助及人才，请总裁努力的勇敢把台积电的价值反映在晶片的价格上。另外，2023年面对高通膨及中国经济急剧放缓，希望财务长放缓花钱扩厂的脚步，以维持高产能利用率。唯有高的产能利用率，才能为公司带来更高现金流，增加股息配发以上的建议。我想你讲的都是我们 management 在开会讨论到的重要议题，方向是一致的啊，所以你不用担心。不过先回答你前面的几个疑问啊。最近因为generative AI 的需求突然增加，因为 ChatGPT 的增加，所以有很多的订单到台积来，这都是需要我们的这个 advanced packaging， 就是先进封装。这个需求是远大于我们现在的产能的装置，所以我们我们也被 force 要急剧的增加我们这个 advanced packaging 的产能啊。这个面对制造成本增加，先进封装重要提高，台积是否会扩大 one stop service？ 这个刚刚这位股东，我想应该是很懂得 technology 了。我想简单讲起来，是的啊，我们的这个今天的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 包括 wafer technology， 那
也包括 3D IC technology， 也包括 advanced packaging technology。那同样的，在客户这边，它的 design 包括 2D SoC 的 design， 包括 system 的 architecture design， 也包括 hardware、software 的 co-optimization。所以今天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 component， 从原来的简单的 SoC design 和 wafer technology， 我们这边和我们客户这边都 extend 到这个系统的设计。那怎么样双方更 close 的配合，是未来的半导体的发展方向。当然，我们这边的 technology， 我们的 strategy 就是 one stop service。但是客户这边的 design 部分，现在也正在很快速的发展啊，很多 EDA 的公司、IP 的公司都在继续发展，它怎么样用最快的方法设计 3D IC 的系统。这两边都在同时的努力，提高晶圆代工的附加价值。那您说 N2 的 ramp up 啊，对 AI 加速运算。基本上 AI 的加速运算就是增加 leading edge technology 的需求，简单讲起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刚好是针对于 TSMC 的强项，所以我们对于未来的 HPC 的这个 business 的这个发展，现在更有信心。OK， 我这样回答。OK， 那下面有张香妮，这边 OK， 其他号码不知道。那他的问题发言重点是绿电合作厂商的评选标准资讯是否公开，是否符合 ESG 的标准。这个我怎么回答？我们绿电的这个合作厂商都是公开招标的啊。大家，我想这个报纸上常说 ，OK， 台积电买了台湾所有的绿电，其实这是不对的哈。我们去年我们台积使用的绿电是台湾所有生产绿电的4%多而已。4%多而已，原因是什么？因为台湾大概只把大约 10% 的绿电拿出来卖，其他都是台电的 credit， 所以我们用台湾的绿电现在是非常少数的哈。那为什么造成这个现象？那就是因为台湾的绿电发展的不够快嘛，远比欧洲、美国慢，所以台积也在卡在中间，买太多，其他人买不到；买太少。根本就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达到 ESG 的目标，这是目前的标准，目前的现象啊。只是说这个事情，我们还是一切以公开拍卖为原则，公开透明为原则。那请问徐兆新，请问台积电的电是否够用？据彭博社报道指出，2025年台积电用电量将达到全台湾总电量 12.5%。如此庞大的用电量，台积电是否可负荷？是否有因应措施？是否会盖发电厂？谢谢。这个问题是不是那个 CC 可以帮忙回答一下？我们2025年的用电量是会增加，那是没有错。会不会盖发电厂？大概不会，但是我们一定会一直支持绿电的这个工业的发展，然后我们尽量增加我们绿电的用量，这是我们一致的方向。至于会不会缺电，应该不会。OK， 谢谢。那下面一个问题，类似的问题，戴怡如，近年台积电积极采购台湾绿电，但台湾绿电发展缓慢，
刚刚提到，未来是否有不足量以致无法满足客户要求的风险？又台积电是否考虑直接投资台湾绿电，如地热、潮汐、太阳光电厂等，来稳定未来的绿电来源？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做的。现在台湾的绿电发展不够慢，所以我们这个但是我们台积电不会直接做绿电，因为做电厂了。因为现在我们觉得我们做电厂的这个专业力是不足以这个在产业，但是我们会鼓励业者参加这个绿电的发展。这就是我们用买它的电，在它还没有投资的时候，在它要投资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电买下来，让它放心的投资。这是我们的做法啊，即使那个电价更高啊，这是我们来鼓励台湾的用绿电方法。另外，我们买电的时候，也帮助我们的 supplier 啊，因为 supplier 有时候比较小，他们要去买，可能没有这个可能卖方没有兴趣卖给他，因为它的量很小，所以我们就集合我们的 supplier 很多家一起来一起一个 lump sum 一个大的 quantity 帮他去买绿电，然后分给那些小的 supplier。这是我们也帮助这些我们的 supplier 拿到绿电的方法啊。那这就是这样的回答。我希望这个台湾在COVID 之后，那也许政府对于绿电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法，在做重盘的 review， 怎么样让台湾的绿电发展得更快啊？一个原因是，其实在乌俄战争以后，全世界对于绿电的发展的速度突然变快，这点是台湾在5年以前没有看到的。所以今天要让厂商在台湾继续投资绿电的这个工程，可能是要有一个新的方法去调整来 compete， 基本上是跟全世界欧洲啊、美国啊、日本的 compete 来发展绿电，这个是一个新的态势。那这个当然不是1、2年可以做出来的，不过我想这是一个方向。下面一个问题是，台积电是否有足够的储电能应付台湾电厂被破坏的状况？过往的回应是说有柴油发电机，会不会停止生产？现今台南扩厂有打算装设太阳能和储能设备吗？这个我们台积电，如果台湾电厂被破坏的，这我不知道您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是战争的话，覆巢之下无完卵，没有人能够对付的哦。这个我们只能是应付这个电的输送有一些malfunction， 有一些这个出状况之下。那我们的发电机和这个 UPS 就是停电装置是可以应付的。那我们的柴油发电机有另外一个方型，就是台湾如果缺电的时候，这个经济部就会要求我们柴油发电机开始开动。那所以我们柴油发电机就可以开动，大概暂时可以对付10%、20% 的这个缺电的状况，但那只是一个短期的应付的方法而已。不能够应付台湾电厂被破坏的状况。那下面一个问题是，永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他的问题是，贵公司的半导体技术引领群雄，有目共睹，也看到贵公司成为全球产业排碳标杆为目标，承诺 SBT。使之成为全球低碳制造领导者。请问贵公司申请加入 SBT 名单的规划和现况？这个我想简单讲起来，我们公司恐怕
要作为排碳的标杆，恐怕还需要努力啊。主要是台湾像我们台积电的海外厂，全部都是用绿电，不管在 China 在美国，台湾没有办法，不是台湾我们量大，因为台湾没有绿电来让我们用，这个是现况啊。所以我们要成为全球产业的标杆，我觉得必须要跟政府配合，尽量这个在排碳净零，然后绿电这边做更多的努力。下面一个问题是曹碧芬如何应对美国台湾水电短缺的风险？政府有何协助或是承诺？美国就我们看到是没有水电的风险啊。虽然最近 Arizona 听说这个有点缺电，但是他们是有很多长期的计划啊，所以他们是肯定我们有足够的电。台湾其实台湾的政府也，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台湾的政府认为我们电是够的啊，那我们只能相信他了。但是我们同时会尽量努力帮助他，让这个 promise 是能够达成。下面是吴永航，请问 AI 对于台积成长带来哪些注意？台积德国设厂进度是什么？德国政府补助的幅度是什么？这是媒体，这不是股东的，也是股东 ，OK。请问 AI 对于台积电成长注意？刚刚其实这个 AI 是在这个 AI 的发展是从2012年就开始，是从 Deep Learning 那时候开始，最近10年到2023年。11年之后，发表了这个 ChatGPT Generative AI 啊，那这两个都是一个 AI 的突破。那台积电对于这两个突破都已经尽量使用，看看怎么样来能够增加台积电工厂生产、IC 设计、R&D 的方法啊。那从demand来看，那更是相当令人振奋啊！因为我们的 business 其实大部分是这个以前是大部分是 smartphone， 然后是 HPC 是第二个，到2022年的时候 HPC 超过了 smartphone 啊，所以那这个现象，因为 AI 的到来。新的这个generative AI 的到来，这个现象会更 confirm 啊，但是这不代表 smartphone 就会萎缩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因为今天的 generative AI 都在 data center 啊 ，data center， 比如说上个礼拜黄仁勋来啊，在台湾卷起一阵旋风，他的所有的 business 都是 support data center， 但同时。这个你们看到 Intel 啊，像 Qualcomm， 他就说，generative AI 不只在 data center， 也会在我的 smartphone， 也会在 PC 里面，因为有一些 inference 的功能在 data center， 不但速度慢，而且没有 privacy， 所以应该在 PC 或者 smartphone 这边。这个又代表我们公司的这些smartphone 啊、PC 啊、IoT 啊，甚至于这个automotive， 它的 silicon content 又会更为增加。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方面还没有发酵，我们也无法估计。不过这个是绝对是会发生的。那台积电在德国设厂进度，这个我想在报章杂志已经讲了很久了啊。那我们公司也派了团队2-3次去德国啊，到目前为止其实感觉都还不错了啊，因为这个德国
我们最主要的是看到他们那边的这个 supply chain ecosystem， 看到那边的这个 labor 就是 talent 的这个 supply， 这2点大概是我们最担心的了啊。那其实这2点其实确实是有一些 gap， 那但是德国政府当地政府也 promise 要在很短时间内把它建立起来，包括德国派学生到台湾的大学这个修 degree 交换学生等等。我想这个，但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还在跟德国继续的这个negotiate 主要就是它的 subsidy 多少，还有不要有什么条件不要有什么条件的 supplies。那我想他们这个德国是正在仔细讨论之中，我想还在negotiate之中OK， 谢谢。下一位是伊惠中。刘董事长上次股东会提到，希望台湾成为世界的台积。如今在景气、各国政策之下，看这个目标有可能加速或减速吗 ？OK， 这个问题我想谢谢你还记得上次股东的这个讲的哈。我想我所谓台积电成为世界台积，其实就是台积电是全世界信任的一个半导体的这个 technology 和 capacity 的 supplier， 而不要说那个是台湾的 supplier， 我要台湾以外的 supplier， 这就把台积电不变成世界的台积电。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努力是在进步之中，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度其实比3年以前其实增加了在我们每年都有这个survey 不但是因为我们的 technology 的 leadership 增加了，我们的 manufacturing 的这个 excellence 更被肯定。那我们的这个 customer 的 trust， 在这个 geopolitical 复杂的状况之下，还维持的还不错上个礼拜黄仁勋来也讲过最后讲的是说，在台积电生产是 perfectly safe， 完全安全，这就是我们客户对我们的信任。而不要去听这个 politician 或是其他这个政治的这个或军事的这个策略专家讲的话，这些都是这个一方之词。我们最重要就是对我们所有的客户，他们都信任我们。那第二个就是 CC 说 ，CC 总裁自掏腰包加码，提振股东人心，你也会加码吗？是否觉得股价委屈？CC 好像没有要回答的意思。这是我对公司表现的信心跟以后展望的信心。我也希望各位股东相信，而且跟我一样有信心。你好。我想大家都要有信心啊。不过下次我买股票的时候，不要去问 CC 你要加码吗？个人理财是有他的个人方法至于对于公司的信心，我想我刚刚讲的话大家都很清楚。上次季配息提高是2年前，你看这个投资情况之下，下次加码是否要再等2年？这个我觉得不要了。不过我让这个 Wendell 补充一下好吗？好，我补充一下我们公司的鼓励政策是可持续性稳定，那逐渐增加的。
在我们资本支出很大的时候，倾向于的是可持续性以及稳定。当我们开始收成过去的投资的时候，它会倾向于逐渐增加。那事实上，在我们5月份的董事会的时候，董事会已经同意核准我们增加股息，每一季的股息从2.75块变成3块钱，那是在第4季就会发放给股东。那它代表什么意思呢？除了它代表今年比去年高以外，它代表明年最低是1年12块，那今年是11.25。所以我们的确是在实践我们鼓励政策里面所讲的精神。那我相信随着我们公司持续的在技术领先、制造领先、客户的信任度领先，以及这个结构性的需求，对于这个HPC 和AI 的结构性需求底下，我们一定有持续的获利成长。那么股息的增加也是可以预期的。谢谢。还没有回答嘛？这原则是非常清楚了啊。不过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全年资本支出，其实最近几年增加很多嘛，这个是主要原因。这个 EPS，这2年增加比较慢的原因啊，因为当一个公司看到未来成长的机会，我们相信现在增加资本支出，未来的这个EPS 的增加会更快，当然 dividend 就会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比较机会，所以希望大家这个了解这一点。那我刚刚也提到，我们的这2年的投资其实都是为了明年后年的成长啊。那包括海外的投资，又是算是25年、26年的成长，所以这一点请大家了解。OK， 蔡明坤，您写了一张纸给我啊。我想我根据有一些回答，我刚刚已经回答过了。那没有回答的，我再念一下。美国投资设厂近况如何？与美国就补助条件沟通的内容及进程如何？美国的补助条件沟通，我想刚开始是这些条件让我们有点surprise， 其实不只是台积 surprise， 这个所有的这个去申请的补助的公司都 surprise。那好是在美国商业部目前还在正在我们沟通之中，那他也维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来跟我们讨论真正这个补助条件最后是怎么样。我们5月底的时候提出一个 pre-application， 那 pre-application 以后，我们会把我们的 concern 告诉他们，然后下面2个月我们会有积极的这个沟通。OK， 我想刚刚下面苏明坤您问的就是缺电危机，我大概都讲过哈。那第3个就是根留台湾2023年到2025年国内建厂规划的项目及时间表为何？请就成熟制程和先进制程分别说明。CC 你可以回答吗？我们现在正在扩充3奈米的产能，然后正在盖2奈米，所以这是最多 leading edge 就先进制程方面。那我们也会同时增加一点点我们的成熟制程，最主要是在特殊制程方面。所以至于所有的
非常详细的细节，那是公司机密。但是我可以保证各位，3奈米、2奈米都是跟留台湾，还有以后的1.4奈米，大量的都会在台湾。OK， 那这个位苏明坤又问了 ，AI 在台积电2023年、2024年营收表现及占比为何？这个如果你是讲这个 AI 的话，那其实是基本上分不太出来的。其实 AI 大部分是CPU 啊，还有 application processor 都有 AI 在里面。但如果你是讲 generative AI 的话，这个是新的啊，这也就是最近今年1月到现在蓬勃发展的。这个在台积的营收表现里面还是占小部分啊，但是这个发展对于公司最振奋的事情是什么？是 3D IC 和这个 Advanced Packaging 终于突破，冲到这个成为具经济规模的生意啊，这个是对台积电很好的短期的这个效果啊。最后一个问题，对手机需求看法为何？何时有机会复苏？手机今年是往下跌的，整个数目来讲，但是真正重要的，对台积电来讲，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市场的份额增加。第二，手机里面的 content， 它用到半导体的数量。either是我们的晶片的大小或者是数量是往上升的，所以我们认为手机呢这个生意虽然它数量往下跌，但是对我们台积电来讲，我们还是认为相当的好的一个行业。各位觉得是不是回答的问题？会成长啦，就这么讲，这样讲。好，谢谢。台积公司，这位是杨忠勋先生。台积公司刘董事长于今年3月底曾经说过 ，TSMC 在美国市场对于美国政府补助所设条件，有些条件没办法接受。请问是哪些做来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我想这个这个不只是我讲了，这个后来最近韩国也是讲同样的话嘛，这个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刚刚说，这个商业部其实是一个 open 跟我们 negotiate， 他要成就台湾他的补助的公司能够在美国成为一个 competitive 的投资，这是他的目的。那至于那些条件，我想只要不违反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条件，我想他都应该可以接受。所以这个正在 negotiate， 我这边不想把这个 negotiation 的这个内容跟大家讲，不然的话我们没办法 negotiate 啊。那另外一个李正勋，美国企业文化注重生活工作的平衡，贵公司去美国设厂，在高工资和不同企业文化下，成本增加。因此，在长远计划下，美国市场是会获利，还是迫于地缘政治下承担亏损？我想这个是很多报章杂志的 concern 啊。不过我跟大家提到，就是台积电在美国市场不是因为国家的不是因为美国政府的这个胁迫，而是美国的客户的要求这点，他为什么会要求？当然，就是美国的客户有一些产品，在2018年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些产品是属于国防方面，或是在很多是 infrastructure AI 啊，还先进 AI 的部分。那他们希望在美国有生产的一个选择性。当然，2018到现在为止，那个时候是我们决定去美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增加客户的信任，让客户继续留在我们这边，而不是说一部分在我们家做，另外心想
到我们的 competitor 那边去试一试，不在台湾，让他觉得比较心安。那在美国的那个时候为什么去美国做工厂，也是因为觉得台积电如果是全世界的技术领导地位，怎么样能够在未来的10年、20年还是持续成为世界的领导地位？那这个就跟台湾的 talent 够不够，台湾的研发够不够有关系了。我们不要醉于今天的成功，而没有去想到未来的怎么样能够维持今天的成功。这个是我们出去台湾这个接触全世界的人才的一个的原因啊。所以去美国不都是 downside， 不只是 cost， 而是在台积电来讲长远发展的一个方向。当然这个厂要成功，这个长远方向就能够成功啊。那至于说企业文化这方面，我想这个其实台积电目前在台湾也是推动多元化inclusive 包容性的这个工作环境啊。那这只能怪我们公司某一些员工可能这方面的这个管理的技术能力还不太够了，所以我们在某一些管理的这个单位上是有一些这个 misunderstanding， 有一些困扰了。但是这些东西大家都在学嘛啊，台湾的 manager 不要以为只能 manage 台湾人就够了啊，不行，我们的台积电的 manager 要能够 manage 世界的人才，这个是台积电现在正在学习的方向。我们不能说我们做得很好，不过我们也不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人的这个基本的限制啊。那成本增加是因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常年并没有投资，所以那边的工人和那边的这个工作效率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电焊啊，其实没有像台湾的工人那么熟悉。我想当这个产业有一定规模的时候，那些 cost 就会下来。那最后我想我们在这个要反映这个价值方面，也会跟客户一起努力，让我们全世界的这个生产弹性就会反映在我们的价值上啊。比如说你现在买一个这个衣服 Made in USA 和 Made in China 可能价钱就不一样嘛，对不对 ？OK， 这希望能够在半导体里面发生。下面一个问题是陈辉，台积电海外投资成本划算吗？美国政府的补贴能否顺利拿到？这个我刚刚大概讲到了，为什么没有先试水温，而是一下子投资了美国、日本和德国？我不知道试水温什么意思，我觉得今天就是在试水温啊。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投资在台湾嘛啊，那个这点是投资海外这个 value 来讲还不到 10%， 希望能够成功。下面一位是富田公敏先生，这要我念吗？还是富田公敏应该是老朋友了，上一次也有提的问题。您是要我念还是你可以问？要我念 ，OK。在日本政府招手之下 ，Rapidus 公司确定要在北海道设厂了。台积电说，2025年要开始量产2奈米晶片，而对 Rapidus 说，2027年要开始量产2奈米的晶片。台积电是怎么样看待的？而对此，台积电的优越性和隐忧又是什么？我想我就回答在这边好了，因为下面好像都是在宣传北海道设点的好处。OK，Rapidus 其实我觉得这个 Rapidus 的在日本成立对台积并
并不是坏事啊，并不是坏事。我觉得我们台积电并不把 Rapidus 当作 competitor 啊，因为 Rapidus 是算是一个 pilot line 的这个 feature， 它买了这个美国的 IBM 的2奈米技术在那边成立，它的目的就是要在日本培养很多半导体的人才，让日本的年轻人对半导体的未来有一些憧憬，有一些 dream， 让 engineer 更愿意参加这个半导体产业，这个是它的主要的目的。在商业的 competition 来讲，我想不是一个 factor。那在日本，我们公司也有在设厂，我们也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对半导体有兴趣嘛，那希望这个共同增加日本的半导体研发的能量，让年轻人更愿意参加这个产业，对我们总是没有坏处啊。这是我的看法啊。OK， 下面一位是王丽娟。供应链的创新，请介绍一下台积公司对供应链的肯定与挑战。这个问题，供应链的创新，台积公司对于供应链的肯定与挑战，我想简单讲讲，就是我们希望台积公司在台湾占世界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希望台湾的供应链也在台湾利用的机会好好发展啊。目前台湾我们的 spare parts 60%在台湾做 ，indirect material 65%左右在台湾做，但我们希望那个份额尽量增加。而且希望台湾的这个设备也能够在此机会也能够成长啊！我们尤其在backend 扶持很多台湾的设备公司，我想他们是造成我们台湾半导体产业这么 efficient、这么 cost 这么低的一个很重要的 factor。但是未来我也希望他们像我们一样。在全世界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supplier 就能够生根让所谓关键产业也成为世界半导体的一个关键产业，这是我们的 supplier 这是我们一起的挑战。郑永章，未来展望未来，既为护国神山，地缘政治的不确定紧张令股东着急。这不是问题，这是 comment。我想台湾半导体真的要努力这个提升不要忘记努力提升，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半导体在世界的地缘政治紧张之下有稳定的作用。比如说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很多 conflict， 这不只是半导体其他部分但是他们都希望都不能没有台积电，所以他们会有相当的这个考虑，更多的考虑。所以我希望只要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做好，对于世界这个地缘政治的 conflict 有稳定的作用。OK， 这是我的看法。下面一个问题是林志贤，
随着第4次工业革命来临，到2030年维持年复合成长率15% 的几率有多大？没有张创办人的 TSMC 是否有哪里不同 ？NVIDIA 的财测大成长是否会使今年 TSMC 财测持平或小幅成长？没有台积电创办人 TSMC 有哪里不同？大大不同哦。不过我们还是要顶着这个不同继续努力。台积电的这个员工还是一样继续更努力扩张台积电对社会的贡献那随着第4次工业革命来临，复合成长率，我们的复合成长率在对外来讲15% 是有可能的了啊。我们曾经对外是15到20%，但是刚刚讲到这个那是已经包括 AI 的工业革命开始，但是最近 AI 工业革命又更突然快速起来我们可能下一次明年再看看这个 generative AI 对于产业经过这个 hype 之后 settle down to 什么样的 number 这样对大家比较有精确的预测。古小千针对未来可能发生全球传染病疾病事件，是否从这3年留下经验？若又再次有类似危机，会如何因应呢？我想这是政府的问题吧。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因应？我想其实台湾这一次对传染病事件管理 manage 的其实不能算不好了啊，但也是因为国家这个外交的关系了，其实买疫苗是有点困难度的了啊，这个大家必须不要忘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 manage 是不错了。我想我对台湾的医界是很有信心的，他们其实是台湾的 top notch。我在这边我想这个没有资格自酌。下面是林信言，期待在后疫情时代能恢复将股东在总部举办1年1度的股东大会吗？能够在总部感受台积文化，并希望于会后由专人讲解各股东于会上尚未解惑的部分，及参观台积电创新馆，使增加股东的认同和向心。这我们会考虑谢谢。杨洁瑜，贵公司股价于疫情期间冲上高峰后就惨跌许多，至今仍不见起色。前阵子还被戏称为外资提款机。贵公司总是以世界整体经济不佳为由，因总是以战争、通膨、疫情等回来当借口。请问贵公司提高股价的具体办法为何 ？OK， 这个其实今年到现在，其实这个technology stocks 其实涨得蛮多的。那其实涨得不多的就是台湾的 technology company。为什么呢？就是地缘政治的 concern。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个无法这个离开的，但是也不需要 complain， 因为到底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啊。那我们在这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提升我们的这个股东价值的基本的 fundamentals， 那是什么呢？就是增加我们 technology leadership， 已经 lead， 我们 lead 更远。manufacturing excellence 有 AI 有 generative AI， 让我们 manufacturing excellence 领先 manufacturing 的 excellence 领先更远。我们也在此这个在 geopolitical 改变之下，我们在海外布局，让客户的 trust 更稳定，这是我们能够做的。
下一位是美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公司执行认股计划，发行1387股，随后进行库藏股的注销。2022年，公司亦执行该计划，此次却没有执行库藏股，致使股本微幅上升2110万。请问不执行库藏股的原因是什么？对于发行新股、库藏股、股东权益的看法为何 ？OK， 这个我 expect 你们问的问题，是不是请 Wendell 回答一下？今年初在发行去年的这个 restrictive shares 的时候，我们的考量是，我们正要申请美国晶片法案中的补助。那在美国晶片法案中，补助法里面呢，提到一些关于这个 share 这个买回库藏股的限制。那在我们跟美国政府厘清这些事情以前呢，我们就暂停买回这次的这个新发行的股份。那的确造成了一些稀释，但是这个百分比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可能不到10万分之一啊。那在我们厘清以后，那我们再来决定以后是不是要继续执行。好，谢谢。那下面一个问题是陈启贤先生，感谢你的细心回复，努力来与付出，让我们感到坚定而温暖。不晓得你今天开不开心，有没有睡饱？我昨天睡了8个小时，所以睡饱了。今天开不开心？这个会还没开完的，待会儿就知道了。徐兆莹，请问台积电是否能够达到苹果要求的2030年供应链碳中和？需要多少碳中和成本？刚刚董事长有提到台湾减碳进度较慢，是否会影响台湾的竞争力？这个是会的，这个是会的啊。那我们只有努力帮助政府把这个做得更快一点。我们没办法2030年达到供应链的碳中和，我们曾经 pledge 2050年达到碳中和，可是我们也觉得那个是可能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往前 push。我曾经 challenge 说我们2030年可不可以达到，不过我们仔细 study 过，恐怕没办法。所以我们的团队在 study 看看2030到50中间哪一年能够尽快达到，这是我们可能会下一次在股东会提出的，也是应付这个全世界这个减碳和碳中和的这个进度的增快。下面有几位要亲自发言，那我就按照这个顺序。第一位是陈冠宁，陈冠宁在不在？可不可以亲自发言？microphone。他们好像没有准备有人亲自发言。那个发言台在有一个发言位置在后面，对，发言位置在 camera 那边，对。首先谢谢刘董事长，然后魏总裁田选我能够提问这个问题。那也刚好很巧，我要问的问题就在董事长前一个问题所问到，因为我刚才也关心 Apple 在2030年要求相关的供应链是要能够达到净零碳排的部分。那刚才相对可能在前面刚回答完，所以我这个问题可能就先不回答，不提问，不好意思，谢谢。好，谢谢，谢谢。下一位是刘卓宽，是不是？请到发言台那里，亲自发言。
谢谢刘董事长跟总裁。那就是首先想要感谢就是台积电带来就是台湾跟其他地方投资的经济发展跟就业机会。但是在台积电扩厂的时候，其实也对在地会带来比如说用水或者是用电的压力。那之前我在我们的岛，就是公司的那个影片里面有看到说，现在南部那边其实有一个扩厂的就是那边会有一个叫九威的电厂正在扩建，然后台积电可能会用到那边的电。那边目前就是在环评的状态啦，那可能在地那边其实也有很多的争议。那想请问就是对于这样的争议，那台积电这边会不会造成说，比如说 ESG 的就是感受的影响，或者是说有没有办法跟政府沟通那边，就是可以不要用天然气这样子的发电，而是改用其他绿电的方式去取得你们可以用的电？就是以上提问，谢谢。你要回答吗？那我回答。我们台积电曾经 try 做绿电厂，但是发现太复杂了，用地还有用地的抗争啊，每一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业，所以我们现在刚刚讲就是我们用比较高一点价钱鼓励业界专业的人做绿电，这个是这个现象。我们曾经 try 过，但是问题很多。那不设天然气用更多的绿电，我想这个是最理想的状况嘛。可是因为台湾的绿电就是做得很慢嘛，所以中间必须要不可能 replace 这个天然气电，他们现在顶多就是 replace 这个核能退役的核能电厂啊 ，even 火力电厂都没办法降低，这是现况。那下一位是黄雪芬，请发言。董事长，还有我们的总裁，还有各位董事，还有各位亲爱的股东们，大家好。因为可能太久没来了，今天呢带了一束特别的花束，跟山一样那么重。这个花束叫做护国神山花束，因为本公司是护国神山，所以要送给。公司要用护国神山的花束才可以相得益彰。然后，谢谢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也2年没来献花了，所以呢，今天本股东特别的来献花，希望献花完以后，公司可以发，旺，股价长红，业绩长红。因为，谢谢。之前因为一只苹果的手机，让全台湾的科技业爆发性的成长。然后这次呢，是因为 AI 也可以让我们全台湾的科技业也是爆发性的大成长。然后我觉得呢，目前呢，我也希望公司可以有 AI 的这个产业，那我们的股价呢，短期看800，中期1000，长期1200。这个是2年前非凡电视台采访我的时候，我对本公司未来股价的期许。
那在这边呢，我也恭喜在场的每一位小股东。为什么呢？因为呢，在场每一位小股东呢，都赢了股神巴菲特，因为他卖了本公司的股票，可是在场的每一位股东都没有卖，还继续持有。好，谢谢大家。那相信自己的眼光，也相信全球最强的护国神山就是本公司这样子。然后今天呢，当然了，目前呢 AI 产业非常的夯。今天呢，我也不例外，我也没有偏心，因为鸿海我也有送。今天呢，我们台积电我也是有送 AI 智能预警心脏的检测仪器，送给我们的刘董跟我们的魏总裁。放心，我带2个，就是我手上这个。目前蛮夯的，你不要小看这一台，它得了全美100大研发创新奖第1名，它的技术也赢了美国太空总署，然后它也得了台湾的卫福部金质奖。然后它这家公司呢，就是由广达转投资的子公司，叫做元芯。然后他们的公司的张董事长张国元也非常崇拜本公司，因为他要做 AI 智能医疗的护国神山。没办法，因为公司太红了，大家都想要做生技业的护国神山，或是生技业的台积电。那个什么，因为他张董事长是千交代万拜托的说，一定要送给那个刘董跟魏总裁，而且他的技术呢，也跟公司一样，没有竞争的对手，也是独霸全世界。然后他也是希望说，在后疫情的时代，我们的优质经营团队的健康非常重要，尤其我们的刘董跟我们的魏总裁。对，所以等一下把那个最优质的那个健康的神器送给我们的优质经营团队的刘董跟我们的魏总裁。等一下呢，我们等一下用热烈的掌声，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股价600不是问题，应该先看800。为了我们的800块的股价，我们要为我们的优质经营团队来鼓励一下。等一下我献花的时候，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先看800块的股价。谢谢大家。下一位要请旨发言是廖伟成，请。大家好。那我想请益的点，那前面刚刚有些问题都已经有问过了。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贵公司在先进封装产能目前的那个产能以及未来的扩产的规划，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吗？因为先进封装应该是未来 HPC 还有 AI 高速运算它必要的一个
需要的一个。好，我们请 CC 回答啊。所以你的回答相当快。OK， 对，先进封装，刚才刘董事长已经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正在扩充产能中，这句话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可以问那个实际上的可能未来的可能 K 格或是可能我们想要扩充产能越快越好，这个有没有回答你的 ？OK， 好，谢谢。下一位是简正义，请讲。各位股东、董事长、总裁，我这边有2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第一，刚刚董事长有谈到说，我们公司在各国人才的管理上面有在钻研。那现在有一个想法是在德国，他们的工会非常强势，我们是不是有这方面会去因应他们未来有可能工会方面的一些交流或者协商的事情？对，这个你讲的对，德国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制度了，所以我们在德国虽然还没有 commit 建厂，不过我们 HR 已经先行啊，这个怎么样在德国的这个董事会、还有工会、还有这个人才的供应，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了，所以这方面是德国那边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 HR 先行啊，这样子。谢谢董事长。那第2个问题是想请教说，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形象是非常好，尤其在前年我们捐了疫苗，然后获得国人非常崇高的那个赞赏。然后在这边想要以我那个就是普通纳税人的经验，就是我们捐献给政府，通常在报税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减免，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得到这样的减免？如果有的话，这样子的话，以小股东立场，我们应该是很能够支持公司这样的政策。谢谢。这个问题请 Wendell 回答。答案是 yes， 我们有。谢谢。以后请大家继续支持。谢谢。那下一位是朱美珍，是不是要直接要停止发言？董事长、总裁、各位股东，大家好，我是朱美珍。我今天要发言的就是说，2012年为什么不景气会比较明显，而且台积电也有下修的状况？那是因为我的名字基本上都有2组名字的模式，大家才容易有景气的现象。2组名字是一个是我的本名，一个是我的夫姓名，所以台积电可以成功发达，还是各个公司可以旺盛，那都是因为20几年前我嫁到新竹来的时候，那个菩萨有跟我讲说，绝对不能离婚。离婚，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环环相扣的模式，在电的时代。他希望我在20几年的实验当中，必须要有心得告诉大家。所以我今天讲的是说，以前我是在宝山新竹县宝山乡宝山村做的实验，基本的实验都是在那里。可是那个范围不够大，公司的那个景气力量也不够大。后来我转往2重埔，新竹县竹东镇2重埔，它这个有很奇妙的地缘关系，就是在去年2011年9月30号，它的红绿灯就是国小前面那个红绿灯，突然间拆掉。那几天
股价都是狂跌，因为人眼会异动啊，它那边的人眼会异动，所以它股价狂跌有几天。后来我跟那边的议员有一个林昭启先生，我跟他说：“你那个红绿灯不能拆你看拆了那个半导体的股价狂跌，而且带动电子股也是一直跌，跌得很重。”所以他就马上通知县政府，又把它恢复回来。所以那边的地研门市有从中心路2段到3段这个期间，它有某一段的那个门市开的时候，它一定要有3号。假如进来的没有3号，就会缩小那个股市的涨幅。对，这个就是就是说我实验的话，基本上是我目前是抽10组，可是我基本的钱我是赚的钱不多，因为你看我的那个股数永远都是100股，为什么？因为我必须要带头，用我的名字环环相扣，把股市带动可以红的现象，是以台积电为基准。如果说我跟别人一样，我买的股数或是股东有超过1000股，马上大家都哀哀叫，全世界的人都哀哀叫，所以我都维持100股，100股就是说我还要透过2重谱这边人力的力量促成股市红，所以这个要请台积电成立那个基金会，专门实验这边的地利。好，我知道你意思。我想对，这人眼要是不够的话， 3分钟时间到了哈。我基本的钱是不够的。那个谢谢你对台积电的支持啊。那我想那个维持100股没有问题啊，我想只要你的支持就好。那我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就是今年的产业有下修状况啊，主要是因为2个 factor， 去年年底的库存增加很多，大概这个所有产业都增加很多。其实去年的产业到今年，希望中国的 COVID-19 开放以后 ，demand 需求可以上来，实际上并没有上来很多，这个是造成今年所有的。OK。好，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是廖玉日先生，您这是发言条吗 ？OK， 你好，刚才有提到绿能，想询问台积电想在厂想在厂建设太阳能板自给自足，或发展自己的绿能电网。我想这个刚刚回答过了，我们没有这个计划。下面一位是陈长安先生。TSMC 如何维持领先？对于竞争对手的看法，先进制程是否有担忧被追上的或超越？那我们从来不低估我们竞争对手，所以我们在先进制程是不遗余力。那我对于竞争对手不 comment， 不过我想这个我们最近 N3 还有 N2 的进展，至少这2个 node 我们并不担心
竞争对手是超越。不过这不代表未来没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会尽量更努力去发展更先进的技术。那刘丹华，刚才总裁关于 prospect 的部分有提到 1.75 奈米的制程，想问目前设计的1.75奈米产品，预计电晶体密度是怎么样呢？我好像没有讲1.75，我说1.4。那1.4一定会比2奈米好。这个是目前我可以跟您 share 的，还在处于研发的阶段。OK。第二个下面最后一个问题了哈，就是沈宝明，公司取得土地是否有考量到地主权益问题？当然有，本人的2奈米工厂被公司征收走，这是主产，不反对被征收，但是相对的无法取得配地的问题。这个就是应该是宝山2期嘛我想这个我们会把你的名字去调查一下，因为我们其实这2年一直在对宝山这个地主权益征收和这个做除了园区管理局之外的这个补偿做努力。我想我会跟这个负责单位传达这个讯息。OK， 今天的问题回答到此。各位股东，现在针对承认案及讨论案进行投票表决。经由主席指示，请股东户号1127947之杨新俊股东，532395之林炼新股东，1435158之吕怡轩股东，2860755之范耿伟股东担任监票员，计票委由本公司股务代理中国信托工作人员处理。承认案，针对承认案及讨论案，请参考您前方荧幕中的表决票样章，逐案择一勾选赞成或反对，将表决票平整投入票箱，请不要折叠或撕开。针对投票如有疑问，请您向工作人员提问。填好表决票后，请各位股东依循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依序至投票区排队投票。10楼会场股东，请择一就近会场内或会场外投票区投票。完成投票后，请回到原来座位入座。请监票员检查票箱。监票员检查票箱完毕，现在是11点15分。奉主席指示，投票时间为10分钟，截至11点25分截止。现在开始投票，请各位股东把握时间，尽速投票。
创作能够随心所欲。如果游戏可以玩出挑战，如果我们一起改变的不只是产品，而是行为，如果不变的美好有了美好的改变，那必然是因为我们勇于用探索打开思想的维度，挑战科技的无限可能。透过专业分工，重新定义半导体产业。以智慧推动制程卓越。用创新持续实现创新。让成长成为共同的追求。将分享作为彼此信任的语言。如果我们无畏挑战，让这样的信念走进未来，看见永续。每一件小事终将累积成伟大。改变世界的力量蕴藏在每个不经意的日常，一个习惯的动作，一双及时送出温暖的手，一份对诚信正直的坚持。祈福爱慕的心，一趟互相成就的旅程。在这些微小的日常里，凝聚更好的追求，点点滴滴成就提升社会的美好愿景。对，它待会会打开。可以验收。
各位股东，现在时间是11点22分，我们已经完成了多数的投票作业，现在距离投票截止时间还有3分钟，请尚未投票的股东把握时间。如果游戏可以玩出挑战，如果我们一起改变的不只是产品，而是行为，如果不变的美好有了美好的改变，那必然是因为我们勇于用探索打开思想的维度，挑战科技的无限可能。透过专业分工，重新定义半导体产业。以智慧推动制程卓越。用创新持续实现创新。各位股东，现在时间是11点24分，我们已经完成了多数的投票作业，现在距离投票截止时间还有1分钟，请尚未投票的股东把握时间。将分享作为彼此信任的语言，现在是11点26分，投票时间已过，停止投票。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开票作业。
各位股东，开票作业已完成，我们将宣布投票结果。各议案表决结果，请各位股东参照前方荧幕所示。投票时出席股东表决权数229亿3966万840权。第一案，承认民国111年度之营业报告书及财务报表，表决结果，赞成权数205亿6204万2656权，反对权数2692万382权，无效权数4万8062权，弃权及未投票权数23亿5064万9740权。赞成权数占出席股东表决权数89.63%。本案照原案表决通过。第二案，核准发行民国112年限制员工权利新股案。赞成权数203亿8829万6654权，反对权数2亿3933万6606权，无效权数6万3116权，弃权及未投票权数23亿1196万4464权。赞成权数占出席股东表决权数88.87%。本案照原案表决通过。第三案，核准修订背书保证作业程序。赞成权数177亿1679万3482权，反对权数26亿8300万1415权，无效权数2万3000权，弃权及未投票权数25亿3984万2943权。赞成权数占出席股东表决权数77.23%。本案照原案表决通过。第四案，为反映审计委员会更名为审计及风险委员会，核准变更以下公司内部规章中审计委员会之名称。赞成权数206亿3176万6579权，反对权数76万3021权，无效权数20万3000权，弃权及未投票权数23亿692万8240权。赞成权数占出席股东表决权数89.93%。本案照原案表决通过。临时动议，请主席指示。有临时动议吗？谢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开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